家里养富贵竹有5大禁忌，不是迷信，花旺家财旺。富贵竹的养护与家运还有关系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花旺人财旺，人旺花也旺。相反，富贵竹养护不当，或者放在了不该放的位置，那么也会直接影响家里的运势。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有钱人的豪宅里面，不同的位置摆放的植物都不同，而且每一棵植物长得都特别旺盛，这些都是有必然联系的。比如李嘉诚的家里就没有一盆花是多余的，也没有一盆花是枯黄衰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说说富贵竹摆放位置对家运的影响，以及怎么样通过富贵竹的养护来提升运势。尤其2025年又恰逢9子离火运，所以强烈建议花几分钟看完。如果你对富贵竹感兴趣的话，还请关注花花，并奖励1颗小红心。禁忌1：卧室。卧室是休息的场所，需要保持安静平和的气场，而富贵竹五行属木，生机旺盛，会增强房间的活跃气流，影响人的睡眠质量，导致精神紧张、失眠多梦，甚至影响夫妻关系。如果一定要在卧室摆放富贵竹，建议选择小型的富贵竹，并放置在床头柜上，但要远离头部，以免产生负面影响。禁忌2：厨房。厨房属火，而富贵竹水养，水火相克，在风水上容易导致家运不稳，甚至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。此外，厨房的油烟较多，容易影响富贵竹的生长，使其叶片发黄，降低其招财和净化空气的作用。如果想在厨房放置植物，可以选择耐热、易养的品种，如吊兰或绿萝，而富贵竹最好放置在更合适的地方。禁忌3：卫生间。卫生间是家中湿气最重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晦气聚集之地。富贵竹象征着好运和财运，而卫生间的阴湿环境容易影响其风水作用，使好运被冲散，甚至带来霉运。此外，湿气过重还可能导致富贵竹根部腐烂，影响其生长。因此，不建议将富贵竹摆放在卫生间，即使是为了装饰空间，也要避免靠近马桶或地漏的位置。禁忌4：横梁下。横梁在风水学中有压顶之意，会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，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和事业发展。如果富贵竹摆放在横梁下，象征着财运和事业受阻，难以突破瓶颈。因此，尽量选择宽敞、无压迫感的位置来摆放富贵竹，以确保其风水效应最大化。花开富贵，竹报平安，有不适合的位置，就有适合的位置。接下来就介绍适合富贵竹的位置。推荐1：客厅。客厅是家中的核心区域，也是风水布局的重点位置。在客厅的明财位，通常是大门的对角线位置，摆放富贵竹可以有效提升家庭的财富运势，使财气更加稳定流通。客厅适合选择较高的富贵竹，建议使用9根，寓意长长久久，财运亨通。同时，透明玻璃瓶有助于增强水的能量，促进财气流动，是客厅摆放富贵竹的理想选择。推荐2：书房。书房或办公室也是富贵竹的理想摆放场所。富贵竹象征着事业稳步上升，尤其适合放置在办公桌的左侧青龙位，有助于提升事业运势，增强贵人相助。对于想要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人来说，选择4根富贵竹寓意4季平安，或者8根富贵竹寓意发财兴旺，都是不错的风水选择。此外，在书房摆放富贵竹还能营造一个清新舒适的环境，帮助集中注意力，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。推荐3：鱼缸旁。富贵竹还可以与鱼缸搭配，形成良好的风水布局。在风水学中，水生木，富贵竹和鱼缸的组合能够有效增强财运，使财富流动更加顺畅。然而，富贵竹不应直接插入鱼缸中，否则容易影响水质，导致鱼类生病甚至死亡。正确的做法是将富贵竹摆放在鱼缸旁边的桌面上，这样既能保持植物的健康，又能发挥水木相生的风水效果，带来源源不断的财运。光知道摆放的位置，如果富贵竹养的黄叶烂叶或者不旺盛的话，也会应了那句老话，花不旺家也不旺。所以把富贵竹养郁郁葱葱才是重中之重。接下来说说养护富贵竹的5个禁忌。1：忌长期不换水。水培的富贵竹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养分会慢慢被消耗，
而富贵竹的根系无法及时吸收到水分，就会出现发黄或枯萎等情况，影响它的观感。但是这还是比较好解决的，及时给它补充点营养液即可。最担心的一点，长期没有换水，水中滋生一些细菌或病菌，而且我们在养护过程没有注意到，只是看到液体水位降低，就粗暴地给它添水，导致病菌滋生速率加快。因此，平时一定要保证液体的干净卫生。当液体浑浊，而且根系明显有发黑发烂的迹象时，在换水期间，必须对容器、根系进行双重杀菌消毒。首先用清水冲洗下根系和容器内壁，把表面的水苔或腐烂物质冲刷掉。针对腐烂严重的根系，直接修剪掉。同时用多菌灵之类的杀菌药剂浸泡根系，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，之后稍微晾干1-2个小时，再给富贵竹重新浇灌，并放到阴凉位置养护，并给富贵竹灌点杀虫剂，稍微做下预防。水培富贵竹时，看到液体有点发黄，特别是长青苔时，必须重新换一次水。枝叶发黄时，要马上修剪，避免它们触碰水体而滋生细菌，影响富贵竹生长。2. 忌空气不流通。一般富贵竹都是室内养护，如果是在客厅、窗台之类的位置，开窗开门过程中，总会引进一些新鲜的空气。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室内环境，例如书房、厕所、电器旁等位置，空气比较干燥，富贵竹容易出现干尖等情况。如果空气还不流通，叶片会覆盖灰尘，影响叶片的正常呼吸，慢慢就会出现黄叶闷根等情况。最严重的就是容易滋生细菌，破坏富贵竹的生长。所以选好富贵竹的养护位置非常重要，建议把它放在空气流通性比较好的位置，而且周围也没有任何电器，以免运行过程中释放热量导致温度升高，降低空气湿度，导致富贵竹叶片发黄发干。其次，尽量多开窗，让空气流通起来，富贵竹的长势会更好，更有生机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建议间隔1周时间，用湿抹布擦拭下富贵竹的叶片，觉得麻烦就直接喷洒水雾。最后，建议把富贵竹放在半阴通风的环境中，每天散光日晒3个小时以上，多开窗透气，并在保证空气流通时，在富贵竹周围喷洒水雾增湿。3. 忌水位过高。在水培富贵竹时，很多人认为水越多越好，实际上过高的水位会导致根部缺氧，进而影响生长。理想的水位应该是刚好浸没根系的1/3或1/2，而不是整个茎秆都泡在水里，这样可以保持根部的透气性，防止因缺氧而腐烂。如果已经发现根部发黑腐烂，可以剪除坏死部分，并换上新的清水，以挽救植株的生长。4. 忌施肥过量或过少。富贵竹在生长过程中，因为新陈代谢，总会出现一些发黄的迹象，一般都是出现在基部，特别是一些老叶，发黄频率会更高。对于这些叶片，我们可以不理会，但是有些叶片发黄，却是因为营养元素不均衡导致的。如果我们单纯通过自来水来培育富贵竹，没有额外补充营养元素，对它的生长绝对是有影响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定期给它加点营养液。富贵竹对肥料需求不高，如果我们只是想维持正常状态，一般间隔1到2个月，在换水的时候，在水中加点营养液即可。当然，也有一种情况也会造成富贵竹叶片发黄，就是植株缺铁，铁元素的缺失同样会让叶片发黄。个人建议在富贵竹缺铁的时候，在水中加点硫酸亚铁，基本2周叶片就会可以恢复正常。5. 忌阳光直射。富贵竹虽为喜光植物，但并不耐强光暴晒。如果将富贵竹长时间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，叶片容易被灼伤，出现发黄、枯焦的现象。最佳的摆放位置是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，如窗台、客厅或书房内，确保它既能接受光照，又不会受到强烈阳光的伤害。尤其是在夏季，需避免将其放在南向阳台或窗前，以防止高温对植株造成影响。最后来说一下富贵竹生根的问题，如何生根？很多人养成富贵竹，第一步就做错了，富贵竹没有生根，放几天就黄叶了。想让富贵竹生根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新买回来的一把富贵竹，把底部削去，削成斜口，
因为富贵竹底部有一层蜡质的东西，是销售过程中防止失水的。削去蜡质的东西，直接装在花瓶中就可以。底部最好削成斜口，这样可以增大与水的接触面积，吸收的水分更多。叶片不容易失水，不容易黄叶。当然了，如果剪成平口，也是可以生根的。富贵竹的根系是在它的颈茎节处生的，不是在伤口处生根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